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格，这是我的妹妹西元。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元。西元是一名资深的数字游民啊，然后她最近也要搬来清迈了，她也有计划要成为一名 YouTuber。是的，我们先聊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吧。好呀，因为我们认识的过程特别的戏剧化，很像一场电影。对，你应该介绍一下呗。我来介绍一下吧。我们俩是在坦桑尼亚认识的，然后当时是因为我旅居在坦桑尼亚学斯瓦希里语，西格是来这边拍纪录片，然后我们俩就莫名的缘分就认识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吃了好多天的铁锅炖，就这样就是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然后我们俩还一起去编了脏辫，对，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是的。所以其实从坦桑尼亚离开之后，我又继续去南非拍摄，然后完成了一趟环球的拍摄之旅。西元呢就一直处于一个旅居状态。我经常描述西元的状态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你明天或者下一秒你可能就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完全无法预测他的行踪。但是很高兴的是，他要搬来清迈了。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跟西元的小的访谈，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第一个问题，你可以简述一下你的旅行经历吗？之前提到你现在是满10年整，对不对？就踏上这条数字游民之路。其实当时你刚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没有数字游民这个说法吧？当时应该没有，当时背包客这个说法都刚开始。是的，就这10年，你经历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就这10年，就是生活在世界各个大洲，旅行之外就是住在每一个特别小的村子，然后去体验当地的文化，然后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的人建立很深的友情。也会去到一些就是无人的海岛或者无人的沙漠，然后去居住，去挑战我的一些极限。你大概去了多少个国家呀？现在应该有65、68左右吧。用掉了几本护照？3本。哦，可以。西元同时也是一个多语言者，那介绍一下会说哪些语言吧？好，那我自己来介绍喽。我先从母语汉语，然后英语、日语、俄语、法语、西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然后现在正在学希伯来语。哇，9种！天哪！第二个问题，你当初是如何决定走上这条道路的？我觉得这个起因应该是源于我的外公。因为我外公之前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但是他是读师范嘛，他就觉得读师范好无聊，然后他就说，那要不他去学农业，然后去学怎么研究水稻，然后他就只身一人去了三亚，然后学习，然后现在其实在我们那个地方也很有名望。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人是可以，就是不用拘泥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人可以去很多地方生活，去体验更多的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是否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10年前你就开始旅居的生活。是的，而且我有点像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妈说我开启旅居之路的原因是我4岁半的时候，就是她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应该是第2天还是第3天就学会骑自行车了。然后你骑着自行车去旅居了是吗？也不算是旅居吧，就是当时我外公有一个店嘛，距离我家可能有4、5公里。我妈就说我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第一次去过年也是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回老家。然后我妈就说这就开始了我的旅居之路。OK， 那你一开始出发是去哪儿呢？刚开始我就是来东南亚这边，好像也是源于我外公。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外公都已经去过东南亚很多国家，然后他那个时候拍胶片嘛，他回来就会给我看很多照片，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但是我就觉得好有意思。然后他也会跟我讲他在旅行路上认识那些外国人发生的事情，对，然后他觉得那种方式是可以行的，然后他也会告诉我，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旅居这个概念。那他绝对是你的启蒙的导师，算是。对，第3种问题，你是如何学习并掌握 N 种语言的？有没有什么诀窍？我觉得诀窍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对某种语言感兴趣。我拿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书，然后我又不喜欢看译本。就有一些作者他翻译可能会在一些比如说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语上出错的话，可能就会影响这一段话的一个情感的输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学好了，然后自己去翻译，然后可以给身边的朋友看。所以你学语言的动机其实来源于你的阅读的这个需求。对，就像我其实从小一直学各种语言的动机都是我想学会唱这种语言的歌。然后我觉得学习语言刚开始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坚持。
我一般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时间段，比如说3到6个月，我会学一门语言，然后每天可能会花4到6个小时来学习。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用的一点就是，你每学一门语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些演讲，大概10分钟这样子，然后每天早上读，每天早上读，然后1周读1篇，非常的有用。实践经验啊，值得学习。第4个问题，你的旅行方式和大部分人的旅行方式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我的旅行方式，可能它更多时候不叫旅行或者旅游了。对，因为我每去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在当地住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多长？最少可能就是1个月，然后最长可能有半年到1年。对，而且很多时候我都会去学当地的语言。就咱们俩认识的时候，他就在学斯瓦希里语。是的，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师。对，他现在跟你还联系吗？对，他现在跟我还联系。是吗？他有什么近况发展？他又说他有女朋友了，然后说对，然后他又问我什么时候结婚，他想当我孩子的叔叔，特别逗。我发现我们的非洲朋友总是想得很远，还很关心我们的婚恋和生小孩的问题，太好玩了，就很有趣。我大概在2年前介绍他进入区块链行业，我说你们非洲其实发展得很好。他说好，我去了解一下，然后也没有什么消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出去旅行都特别喜欢跟国人一起聊天，就是讲母语的。但是对我来说，更加喜欢去和一些外国人聊天。我平常出去旅行，我可能会先去一家咖啡馆，然后和老板成为好朋友。然后老板就会告诉我好多好玩的地方，然后甚至带我去他们家玩，就是这样慢慢的扩展开我在旅行途中的圈子，就非常自然的方式。对，不是通过什么大众点评或者 TripAdvisor 去找排行榜最高的，对，就是很自然。对，好，下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在旅途中做什么事情？哎呀，这个好问题。我最喜欢在旅途中看书、徒步、冲咖啡。哎呦，这好像是个顺口溜，你是经常回答这个问题吗？没有，第一次啦。看书、徒步、冲咖啡。对，当然也喜欢在夜里的海边去沙滩上喝一个喜酒啦。下一个问题是，你的亲友们对你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看法？那首先，作为姐姐的你有什么看法呢？我非常欣赏，我觉得你活得相对很简单，就是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不要什么，你就会把时间跟精力很有效的花在值得的事情和人上面。你是一个特别会排除杂音的人，我觉得。当然，很少有人能像你那么自律，看那么多书，做那么多事情，学那么多语言，很少有人可以写出那样的文字。所以你应该来做 YouTube， 我特别开心他可以来做 YouTube， 真的。好，我说完我的看法了，说一下其他亲友的看法。其实我的亲友们都还比较支持我。哇，那真是很幸福。对，可能就会分为2批吧，有一批他不支持，但是他会理解你。然后他觉得你好像是过了他的另外一种人生，他们很期待，就是比如说你每次回家可以跟他分享。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支持，就像我的父母，对，他们觉得就是你要去过你自己的人生。好，下一个问题比较实用主义啊，就是你是如何规划你的行程的？一般而言，有没有什么固定的模板或者流程？我觉得这个要分。如果是我徒步的话，我可能就会前期去网上搜很多的徒步路线，然后会买纸质地图回来，因为纸质地图其实比电子地图更加的全面，它会标清楚哪个地方它其实是有水点，哪个地方它其实会遇到山洪呀，然后就会提前的做好很详细的攻略。因为我不是那种玩命式的徒步。对，我希望我每次徒步，不管是挑战还是说我去一个无人的地方，我都希望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是能够活着回来。那当然，因为你玩的那些项目，什么跳伞、攀岩，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项目，我都会觉得危险了。然后，如果是我去城市或者我去一个新的目的地的话，我一般就是不会做太详细的攻略。我来泰国，我可能会去清迈、曼谷，就是会一个大线，然后在大线之下，我可能会找1、2家好吃的饭馆，或者好吃的面包店，或者好吃的咖啡馆，然后以这个为据点，然后向外发散。然后有时候也会去找一些民宿，但是我更倾向推荐于，如果大家出去玩，然后去找那种比较当地的。其实当地人没有很可怕，就是你和他玩的时候，他就会和你分享很多非常 local 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人他出去旅行10次、20次，他都不一定能够尝试得到。对。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意思了啊！在你的旅行中，有没有一次的经历让你想要放弃？
为什么要放弃呢？比如说太危险了，或者太累了，太漂泊，因为你常年在外面，你可能一直在想我下一个地方去哪里，然后我的 visa 要怎么办，会不会觉得焦虑啊，或者很想要放松躺平什么的？我没有凡尔赛啊，但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焦虑，我也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旅行和旅居它真的就成了我的生活。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换一下，可能就是说，那你有没有对生活放弃的时候？没有。所以我对旅行也没有放弃的时候。我自己是那种不会觉得它有漂泊感的原因，就是我会去建立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会导致，比如说我即使从法国搬来了清迈，我照样就是西园的生活。真的，你就好像在同样一个地方，就是在你的世界里头。对，所有的东西都很一致。是的，就是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太重要了。那下一个问题，对你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其实我现在这样就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太凡尔赛了，凡尔赛了。但是未来有规划，可能就是我会想说去加拿大买地，去自己亲手盖一个山中小木屋。哇，对，然后就放很多的书。夏天的时候我会去加拿大居住，去写作，然后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然后像冬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又在全世界各地去游荡、去旅行，然后去和当地人打交道。哇，真是理想生活。OK， 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西园的计划了。他打算搬来清迈做一个 YouTuber， 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首先说我为什么要搬来清迈吧，当然是因为我姐姐和我姐夫在这里，就是我很喜欢他们，就是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创造很多新的东西，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特别的丰富。对，这肯定是重要的原因。第二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清迈和我好多年前来的时候它不一样了。就这一次回来之后会发现清迈就是变得更加的国际化，而且包容度很多。然后我想做 YouTube 的频道呢，其实也是因为它又是我另外一个10年的开始，我想让自己去多做一些尝试。其次呢，我就是想说，我想分享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给大家，让大家真正的可以走进我的生活，和我一起到全世界散步。对，那接下来我们确实是要聊一聊关于这个 YouTube 频道的事情。你计划在你的 YouTube 频道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内容？我可能会分享一些徒步的，比如说世界上一些经典的徒步路线，对，教大家徒步，对，教大家徒步，然后如何去买一些性价比高的装备，然后就是不管你是小白，不管你是月入3000或者月入5000的人也好，都可以买得起这些装备。还有就是可能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在3到6个月学习一门语言，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门新的语言。总之就是生活中有意思的事情。对，希望大家进入这个多彩的世界。好，下一个问题，你认为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哇，好大的问题哦！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享受吧。这个享受是带引号的，它不是指你去住游泳池啊那种大的 house， 它是你要完全沉浸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当下那一刻，你一定要觉得你自己是快乐的。我之前就是很多次在巴黎坐地铁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身边的一些细节，就是真的，我有时候就是坐地铁，就是我看到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书包里插一朵花，然后我会自然的感觉到我的脸上是微笑的，那种笑好像不是刻意的，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哇，我真的好幸福。或者是我出去旅行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人，他给我了一个微笑，我觉得，哇哦，世界好美好。但是，说点实用的，就是旅行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注意安全。如何在旅途中保持身体健康？哇，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是吧？我真的没有凡尔赛，因为我平常每天早上都会跑步嘛，就是坚持跑步，然后1周也会做2到3次瑜伽。所以就是身体就很棒。我就跨国旅行，经常会遇到很多倒时差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从一个很干燥的地方去一个很湿润的地方，或者从一个很热的地方去一个很冷的地方，怎么在这种不停的变换环境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持续的运动，是吗？我觉得就是持续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它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坐了10个小时飞机飞去巴黎，我下飞机第一件事不应该立刻冲去埃菲尔铁塔吗？不是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坐长途的飞机，到达的第一件事情呢，你可以放慢脚步，先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会儿，比如说休息2、3个小时，然后就是去楼下找一家饭馆，然后坐着，对，就是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慢慢的去调节自己的一个情绪。
回到正常的生活节奏里头来。是的。然后像预防疾病的话，我觉得就是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肠胃不好嘛，我出门就会备很多肠胃药。对，就是你要在药源充足的情况下，就是知道自己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比如说，如果去非洲，肯定我们会遇到疟疾，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对，在这里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不要太去查很多的攻略，容易特别焦虑。对，特别焦虑。其实我得过疟疾，我忘记是在埃塞还是在坦桑了。我还没吃药，过了几天就好了，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好了，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对，就像感冒发烧一样。然后有一些，就比如说像埃博拉这种大的病毒，我也比较细腻，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刚果的。就像这种的话，大家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些。然后比如说你去非洲，最好就是要常备创可贴。对，我觉得非洲绝对是可以拿出来专门做一个系列或者做 N 期的，在你的频道里头，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洲专家。长得就很非洲人。下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旅行经历中，有没有什么是你还没有完成的梦想？有，但是也是我即将要完成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要去考飞机驾照。地球已经快容不下它了。主要就是我特别想开飞机去非洲的一些山脉，或者去什么安第斯山脉。我也就是有私心，我真的很想去一些特别偏僻的部落，做一些事情，就是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哇，那我们太期待你的 YouTube 频道了。我会加油的。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对其他希望成为数字游民或者踏上旅居这条道路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建议谈不上，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些经验吧。我觉得首先想要踏上这条路的人，或者想要做数字游民的人，在你还没有成为数字游民之前，一定有1到2项真的可以让你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可以吃饭的一个本领、一个能力。第二点可能就是需要很强的自律和对一个时间的控制，因为数字游民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可以上班。对，就是你每天的时间都需要你自己安排。对，很多数字游民可能做到后面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所以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就自由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对，然后第3点就是真的非常重要，是要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我以前经常和我的朋友说，我觉得这辈子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可能就是一直在学习，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在旅居的过程中，或者在你成为数字游民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不断的去认识不同行业的人，然后从别人身上吸取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好啦，那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啦，感谢西元成为我们频道的第一个嘉宾。等西元的 YouTube 频道更新了，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互动。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拜拜。